怎么回事？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。爷爷刚才突然不舒服，幸好医生赶来了。啊？那爷爷都这么严重了，不能给安排个病房吗？哎呀，医生说了，一定要等门诊的报告全部出来以后，才可以办入住手续。还要等门诊报告啊？人都这样了，还等什么门诊报告啊？没办法，只能等那个门诊报告，不然他们就要我们转院。想想办法吧，啊！爸，你想想办法吧。怎么办？是该等门诊呢，还是该转院？万一检查还是找不到病因，还得再重新做别的检查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转院也不知道应该转去哪家医院。万一连急诊的床位都没有了，我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生老病死，充满着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情。但在我这么普通平凡的人生里，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够体悟到这种六神无主的慌乱。可是当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，才知道，竟然是这样如此的难受。薛珊珊，为什么你以前可以活得那么天真，那么无忧无虑呢？哎，那你怎么不问风腾呢？那风腾多好使，你问他不顶100个网友。珊珊，喂，我疼。薛珊珊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。这位是神外科主任医师李主任，这位是神内科主任医师柴主任。是这样，薛老先生的病情我们经过检查，发现薛老先生的脑部并没有产生这个血栓和这个病变。不过呢，他有些状况，我们呢给他做了颈动脉的超声检查，发现薛老先生的颈动脉过于狭窄，也就是说呢，输向脑部的血液就减少了，造成脑部的缺血，容易出现失语或者手脚麻痹等等现象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因为老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所以我们不提倡使用传统的手术。我们是这样建议的是不是可以使用呢颈动脉支架脂肪术？这个呢不像传统的手术那样要开刀，它可以大大的减少中风和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而且术后的住院时间也很短。医生，您说了这么多，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明白啊？好，你们不要担心，这都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，你们还算机警，发现的时间不算晚，再拖下去，老先生也有中风的危险。我们还是赶快手术吧。对，你们家属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妈，叔，既然都知道病因了，那就不要再多想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听医生的。对，该手术就手术。医生啊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啊。谢谢谢谢医生。谢谢。谢谢。你说这浦东病房也太小了，
既然都已经挂 VIP 病房了，那为什么大老板不给老先生安排一个 VIP 病房呢？既然决定动手术了，那自然是有病房了。大老板说了，找最好的医生住普通的病房。花钱对大老板来说有什么难的？这安排啊是要用心思的。看来珊珊在大老板心目中的地位非比一般呢。我懂了。哎，不是说今天早上出去走走的吗？工程昨晚把下午的会议挪到早上了，准备加快行程了，看能不能早点回去。为什么呀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那就得问你了，风太太。生气了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因为珊珊打电话来，我用丰太太的名义接。你知道我生气为什么还这么说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准备外出的时候，正好在柜台听到有人给你打电话，那我一听那个语气，英文就不太好。我是怕公司有什么急事，所以我就接了。公司有事的话不会打到这里来。哦，好吧，我一猜就知道是珊珊。那珊珊英文又不好，前台的人又不会说中文。如果我不自称是丰太太的话，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接电话的。那你说他们要鸡同鸭讲到什么时候？他英语再差，他也是个大学生，他会听不懂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我是故意让珊珊误会的了？我现在问你。你们通了电话，医生问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那是因为珊珊跟我说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，而且我想，你们晚上有可能已经通过电话了呀。珊珊跟你告状了，你相信了？是前台说的，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告知一下。对，你不是想让他误会。你是看不起他，我看不起他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教他化妆，帮他选衣服，其实在鄙视他的品味。你让他穿了一些根本就不适合他的衣服，他自己都察觉不出来，只会出糗。你提议来英国，他没有护照，英语不好，你是想让他感觉到他跟我们的生活差异有多大？恰恰这让所有人，包括他在内，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我。对，他是不配。我一直都不明白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凭什么跟你在一起？他没有样貌，没有学历，没有家庭背景，我就是不明白，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跟你在一起？你够了。我不能找女朋友，从来不看这些。你从来都不看这些，那为什么？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，为什么不是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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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张，哎，那个大老板是不是快回国了呀？航班订好了吗？听领导说，应该等伦敦会议结束以后就可以确定时间了。哦，哎，那能不能麻烦你，去接老板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？当然可以了，大老板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行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小张要走了。小三，哎，不用了，徐太太，我自己下来就行了。徐太太，如果你还有需求的话，让徐小姐给我打电话，我啊，明天还会再来的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谢谢小张。哎，没事。再见。好。这个小张挺体贴的，真的蛮体贴的。哎，珊珊，小张这么大本事啊，一通电话爷爷就有病房了啊？不是的，是琳娜，就是刚才那个女生，她是大老板的秘书，这些都是她安排的。哦，难怪，秘书必须替大老板张罗的，自然有的是人脉。哎呦，珊珊，你有这样的朋友，干嘛不早说呀？你看把爷爷给折腾的。哎，珊珊，那个小张在单位里是做什么的？他是大老板的司机啊。司机？哎呦，司机怎么了？我们家珊珊不也是个小助理吗？哎呀，大伯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真的只是同事。走了。同事？哎，不是，爷爷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，同事。那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还是琳达告诉我的。我哥虽然出差了，但我在上海呀，我不是可以帮忙吗？珊珊，这位是……哦，你好，您就是珊珊爸爸吧？哦，我是风月，珊珊的朋友。哎，哪一位是薛太太呀？这里有2位薛太太，她是珊珊的妈妈，我是珊珊的大伯母。你们好，凤小姐，坐一会儿吧。不用啊。哎呀，珊珊啊，我看这儿挺挤的，要不然我安排一个单间，让薛老先生住进去，也清静一点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爷爷能有个床位得到治疗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还有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，就不用麻烦了。要不然安排一个24小时的看护吧。你说薛爸薛妈都上年纪了，轮流让他们照顾总是不合适的。冯小姐不用了，那个我们这一次来呢，就是特意带老爷子来看病的，也没啥地方去，大伙儿轮流照顾的，没事的啊。大伙儿，你们家里人都来了，那住哪儿呀？就住我那儿啊。你那儿啊？你那儿怎么住得下？大家都要打地铺吧？这样不行，我来想个办法啊。哎，正巧我附近有一间房子还空着呢，反正也没人住，我叫人打扫出来。今天晚上你们一家人就住我那儿啊。真的不用了，我爸妈他们就待几天而已。这怎么行？你听我的，就不要操心了啊。喂，小蒋，你把我淮海路那套房子打扫出来。动作快点啊！今天晚上有客人过去住几天。小蒋，怎么风月的房东也是小蒋？真巧。好，搞定了。大家今天晚上就搬过去吧。好。那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，风月小姐。不要客气，不要担心了啊。请进。进来。薛小姐，这是风小姐交代的钥匙。里面3个房间我都已经整理好了，你们先休息吧，明天我再过来打扫卫生。好，谢谢阿姨啊。不客气，我先走了。我今天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是，你看，有游轮哦！真没看到这么高的地方啊！空气好清新啊！珊珊，你哪认识的
这么厉害的朋友啊？就是同事。同事？同事会这么帮忙？那个风小姐也是同事？风小姐她不是同事。不是？那你怎么会认识有这种房子的朋友呢？哎，珊珊啊，你同事叫风月吧？姓风，那不会跟你们大老板有什么关系吧？大伯母这方面的嗅觉还真是敏锐呀。那个风小姐她是大老板的妹妹。妹妹，哎，亲妹妹啊？珊珊，你们公司上上下下也有几千人了吧？那大老板的亲妹妹，干嘛对你这么好啊？有什么企图吗？没有什么企图，妈，是因为，去年枫叶剖腹产，我给她献的血。妈，枫叶跟我一样，都是 AB 型 II 是阴性血型。哦，这样啊。哎呦，我说呢，人家干嘛对咱们这么好？原来如此啊。珊珊啊，风小姐和你的同事呢都是好人。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啊。妈，我知道了。那个不早了，您跟大伯母赶紧收拾一下，早点休息吧。对。哎呦，这么多房间，我干脆